新总统选举，厄瓜多变局。这次选举不只是换个总统，还会影响经济、能源、治安，甚至关系到移民的未来哦。厄瓜多这次选后会迎来谷底反弹吗？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虽然厄瓜多的移民政策超级友善，门槛低，还利息高，但移民到一个高风险的国家，真的值得吗？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来玩这场移民大冒险呢？今天就来深入解析 ，Vamos！又来聊厄瓜多啦，这话题怎么聊不完呢？总统大选这么大件事，怎么能不聊呢？民不聊生嘛。什么意思嘛？谁当选都会影响移民的生意，说不定还会影响我的钱包，所以最好就不要聊啦。言归正传，首先，厄瓜多在多个国际评级当中都属于高风险国家。在第一轮投票之后，国家风险指数就从903点飙升到1319点，哇，一口气多了416点。这个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债务违约的可能性，1000多点算是比较高风险区域啊，怎么搞得像股票崩盘一样呢？这个背后原因我们后面再说。总之，厄瓜多目前面临3大挑战：经济、能源、治安，这些也成了这次选举的主战场。老问题啦，自从我们移民厄瓜多生活后，每天打开新闻都在讲这些，像无限循环一样。真的，经济差找不到工作，就有人铤而走险加入黑帮，然后治安变烂，投资人被吓跑，然后经济变更差。这根本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再跌一次嘛。还有能源问题，这个直接影响生活质量了。在2024年10月至12月的大停电就是最经典的案例。这段经历我还历历在目啊，那阵子每天停电，最长一次还14小时，手机充不了电，饭煮不了， WiFi 上不了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真的快崩溃啦。厄瓜多的电力大多来自水力发电，但去年干旱特别严重，再加上管理不善，结果就这样了。后来政府紧急租了发电船来补充电力，但说真的，发的电根本不够用，感觉就像临急抱佛脚。不过姿势好像不太对，没有抱到臭脚就算走运了。幸好雨季如期而至，停电问题暂时解决了，但也暴露了电力基础设施的硬伤啊。对呀，最搞笑的是总统罗伯啊，只用了一招应对就完事啦。什么招数那么厉害？怪前任咯。这是政客基本功了，不然你以为总统那么好当？不过说到治安，这才是真的惊喜连连吧。没错，厄瓜多的犯罪问题近年来直线上升，尤其是黑帮和贩毒问题。2023年，厄瓜多成为拉美谋杀率最高的国家，每10万人有47人被害。2024年虽然降到40人，相当于每75分钟就会发生一起谋杀案了。这数字真的惊吓呀！我们聊了这几分钟，外面可能又有事情发生。所以政府也不是没动作了。现任总统罗伯采取了强力措施，暴力事件有所下降，但整体来看还是没办法真正压制住黑帮势力啊。还有增值税也从12%涨到15%。政府说这笔税收是用来打击犯罪，当然啦，总不能让他们掏腰包买子弹吧。但问题是，为了确保安全开支，政府只能削减其他预算，结果第2季度开始连燃油补贴都减少了，搞得一堆人上街抗议啊。旧问题迟迟解决不了，还添加新麻烦，当然火大了。所以说嘛，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，生活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，那么移民来厄瓜多的朋友就要有所准备啦。这不只是大打折扣的问题，而是可能骨折2次还不够的程度。这次选举，2个候选人能不能拿出真正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个局面呢？现在来看看第一轮投票中跑出的2位候选人，达尼尔·罗伯、路易莎·冈萨雷斯，到底端出了什么高见呢？这2位是老相好了，上次选举也是他们争到最后，而且2人的理念简直是南辕北辙，不管谁当选，都可能带来一场大变局。但是说真的，很多人可能根本不关心什么选举，就想看个帅哥美女吧。
这种颜值至上的态度真的是太厄瓜多了。不过说正经的，他们对未来发展有什么高见呢？现总统罗波尔的政纲围绕几个重点，首先是安全问题，他的口号简单直接，就是打击犯罪。这感觉好像要拍一部厄瓜多追击令的电影吧？罗波尔的颜值也蛮适合当主角吧？这位霸道总裁不止颜值在线，还想让军警权力更大，甚至计划跟美国合作来对付毒贩和黑帮呢。不过问题来了，当国家被武装到牙齿，会不会有另一种危机呢？你是担心走向高压统治吗？所以罗波尔也强调，他的政策最终目标还是让经济发展起来，减少犯罪的土壤。他主打市场自由化，吸引外资，强调财政纪律，就是不会乱花钱，想让经济摆脱目前的困境。意思就是厄瓜多的大门要越开越大咯。不过希望不是外资进来，里面又关起小门那样子咯。他其实也提倡公私合作，希望透过这些市场化的政策，促进多元化的贸易关系，带动经济成长。有外资进来当然好了，但也别忘了本地企业会不会被挤压呢？这也是争议之一了。商界和中产阶级普遍支持他，但反对者认为这可能加剧贫富差距，特别是他把增值税从12%调高到15%，生活压力也就更大了。听起来罗波尔的主要卖点就是吸引外资、打击犯罪，这两点确实打中了厄瓜多当前的痛点。不过，连电力供应这么普通的事情也变成了竞选主题，厄瓜多真奇妙啊！当然呢，谁叫去年大停电让大家苦不堪言啊，长达14小时没电，谁能忍呢？那他打算怎么解决呢？他说要加强能源设施投资，尤其是改善水力发电厂的运作，让电力供应更稳定。这听起来就像小修小补啊！水力发电靠的是老天爷赏面，不是政府能决定的吧？他还提到要跟邻国哥伦比亚合作，透过电力进口来补足缺口。这意思是想继续买电过日子了？毕竟厄瓜多79%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，一旦旱季来临，真的只能靠买电续命啊！但其实如果认真看待的话，还是有很多解决方法呢。对呀，厄瓜多有很多天然资源啊，太阳能、地热能、风能有很大的开发潜力，还有燃油发电可以作为应急补充。只要大家好好做，能源供应不会是大问题。最近还有人批评他霸道总裁作风太强硬，满街都是他的纸板人像，真的有点大哥气场哦。嘿，他的纸板人啊，摆得满街都是，确实挺霸道了。光靠颜值可不够哦，还得真材实料。谈了这么久罗波啊，让我们来看看美女路易莎又打算怎么搞呢？路易莎的政策方向大不相同，她主张加大社会福利，比如增加教育、医疗和住房的公共支出，并强调国家要积极介入经济，支持本土企业发展。看来他的核心理念就是让社会更公平。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工会和社会团体，这些人希望国家能多做一点，来帮助弱势族群改善生活。这听起来是不错啦，但问题来了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很简单嘛，跟 IMF 谈判，争取更宽松的贷款条件。原来是这招，这跟厄瓜多人日常买东西喜欢分期付款的习惯简直一模一样，难怪这么受欢迎呢。厄瓜多其实已欠 IMF 85亿美元了，但路易莎认为还不够，再谈。这句话真的是冇得顶啊！花自己的钱不如花别人的钱，这想法确实有点巴适。厄瓜多政府债务总规模2024年已经达到828亿，占 GDP 总值67%，这当然也引发担忧，毕竟借钱容易，还钱难啊。那在治安方面，他有什么妙招？总不能放着不管吧？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和社会不平等，应该透过改善人民生活来降低犯罪，而不是依赖军事镇压。这方法有点道理，但能在4年内见效吗？还是说等到贫富差距解决，厄瓜多都已经换了好几任总统了？这就是个长期计划嘛。
至于能不能撑到那天，就看他有没有机会连任了。那他怎么解决停电问题呢？他强调要进行能源结构转型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，发展更多绿色能源。但厄瓜多已经有79%是水力发电了，还能怎么转呢？要把整个亚马逊雨林都变成太阳能电站吗？千万别为了装太阳能板把森林砍光了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两位候选人的政策路线就是一边强调自由市场，一边强调社会福利，根本是两个世界啊。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斗得难分难解啊！罗伯尔拿下44.16%的选票，路易莎则是44%。由于没人超过50%，所以选举进入第二轮投票，4月13日见真章。选哪一个真是左右为难啊！不妨按赞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觉得谁会赢呢？目前的选民分裂现象真的很明显，看看这张地图，一眼就能看出端倪。高山地区的人比较支持罗伯尔，而沿海地区则是路易莎的天下，谁会胜出？真的很难说。没错，紫色区域就是安第斯山脉地区，包括首都基多，还有我们现在所在的历史名城昆卡。而这片蓝色的沿海区域，则涵盖了人口最多的城市瓜亚基尔，还有正在快速发展的海滨城市曼达。这些可是人口稠密的地方，也是外国移民最爱落脚的城市啊。我们之前的影片里都有介绍过，想了解更多的话，自己去翻翻吧，链接就贴在下面说明栏。来看看这两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到底对移民有什么影响呢？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重点啊！那我们先从罗伯尔开始吧。罗伯尔走的是市场导向路线，对移民来说有几个潜在的好处。首先，他主打经济自由化，这代表创业投资的门槛会比较低，例如可能推出税收优惠政策，让投资更有吸引力。也许在观光、贸易可能找到不错的机会哦。而且厄瓜多的市场还有很多行业完全没有什么竞争，甚至说是一片蓝海也不为过。如果有外国人带进新点子、新技术，说不定能让整个行业火起来哦。就像去年星巴克才开进首都基多，结果整个咖啡市场被带动起来，本地咖啡店的水准都提升了。有竞争才有进步吗？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好事，选择越多越好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治安不好、停电这种情况，谁敢来投资呢？这就是关键了。罗伯尔强调，如果能解决治安问题，经济自然就能恢复成长。说白了，治安才是移民和投资的最大门槛啊。但问题是，这种高压治安政策的代价就是15%的增值税不会降，5%的资金汇出税也难以松动，政府得靠这些收入来补财政窟窿。说穿了，就是安全换来的代价吧。你以为 IMF 那几十亿美金是白给的吗？那路易莎的政策呢？他说要加强社会福利，提高公共服务，这对移民来说是不是比较有吸引力呢？如果真的做到，那当然是有利啊。公共服务有改善，申请移民的速度也可能快很多。现在的处理速度真的是龟速啊，还经常有系统故障等等奇怪的问题让人卡关。这些就是政府部门效率低的表现啊！我们的永久居留手续也拖延了很长时间。还有在医疗和教育方面，政府投资越多，服务品质就应该越好，对所有居民，包括移民来说都是好事。目前的公立医疗系统确实有需要改进的空间，时常出现药品不足、人手不够的情况。但是老问题来了，钱从哪里来呢？没关系，再跟 IMF 借多一点吧。哇，他这逻辑简直跟信用卡用户一模一样，先刷再说，还钱的事以后再想。问题是，经过第一轮投票，现在厄瓜多的国家风险指数已经飙升到1300多点，万一债务失控，可能会再飙回2000点，国际投资者都要吓跑了。所以无论谁当选，搞好经济、改善治安才是关键。但路易莎这种扩大公共支出的策略，万一政府扛不住，社会福利很可能变成空头支票，这也是风险之一了。虽然官方数据显示，2024年通膨率只有0.53%，但企业的生产成本已经上涨了7.5%，很多东西还是会涨价的。
所以说，路易莎的福利政策短期来说很甜，但长期来看带来财政负担。这就像吃太多甜点，当下很爽，但之后会产生血糖问题。不过，罗伯尔的政策路线也有可能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，公共服务效率变低哦。这就是厄瓜多的现实啊，甜头和代价并存，关键还是看你更在乎哪一方面哦。正如移民也是一样啦，无论移去哪里，都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哦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想移民到这个高风险的国家呢？很简单啊，移民门槛超低，只要存笔钱进银行就能办移民签证，而且每个月还有高额利息，可能比在某些国家当躺平族还划算呢。确实如此，不论谁当总统，都不能忽略外国移民带来的美金输入。厄瓜多的移民政策估计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，最多就是调整最低工资，每年提高一点点，投资移民的门槛就增加一点点。目前最低工资是每月470美元。想了解更多厄瓜多的移民方式，就去看看这支影片吧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记得按赞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ciao ciao。拜拜。